在地球的第3极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，生活着这样一群生灵。他们身姿矫健，在雪山与草原间自由穿梭。他们就是被誉为高原精灵的藏羚羊。今天，让我们一同走进藏羚羊的神秘世界，探寻他们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藏羚羊这一古老的物种，其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地质年代，约2500万年前。根据柴达木盆地发现的动物化石分析，那时就已经有古藏羚羊活跃在这片土地上。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，它们经历了无数次的环境变迁与物种演化。1000万年前，喜马拉雅山迎来了最强烈的造山运动，羌塘地区茂密的森林逐渐消失，气候变得寒冷干燥。在这场巨变中，许多动物或选择迁徙，或走向灭绝，而藏羚羊却顽强地留了下来，并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逐渐适应了高寒低氧的环境。它们的身体结构和生理机能都发生了一系列独特的变化，以更好地在这片高原上生存繁衍。从分类学的角度来看，藏羚羊属于偶蹄目牛科山羊亚科藏羚属，是该属唯一的现生物种。在其演化历程中，虽然化石记录相对较少，但通过对现有的化石研究以及分子生物学分析，我们依然能够勾勒出它们大致的演化脉络。中国柴达木盆地发现的中新世库扬属化石与藏羚属位于同一演化支，为我们揭示了藏羚羊古老的起源。而在中国西藏西部出土的更新世藏羚化石，生存年代大约从200万年前的上新世晚期到100万年前的更新世中期。据其骨骼推断，当时的藏羚体型略小于现代藏羚，这也反映了它们在漫长岁月中的演化与发展。曾经，藏羚羊在青藏高原上无忧无虑地生活着，它们的身影遍布这片广袤的大地。然而，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，一场可怕的灾难降临到了它们头上。由于藏羚羊的皮毛具有优质的底绒，能够制作成一种名为沙图石的极其名贵的围巾与披肩，在国际市场上价格飙升，这引发了不法分子的贪婪觊觎。一时间，大量的盗猎者涌入藏羚羊的栖息地，对他们展开了疯狂的捕杀。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，藏羚羊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，它们的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据相关统计，在1980年到2005年的20多年间，被盗猎的藏羚数量平均每年高达2万头左右。除了盗猎，当地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张，如道路建设、采矿、农业发展等，都严重破坏了藏羚羊的栖息地。它们原本宁静的家园被打破，活动范围逐渐缩小，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。再加上一些极端天气的影响，使得藏羚羊的生存状况愈发艰难，整个种群一度濒临灭绝。藏羚羊主要栖息于海拔3700至5500米的高山草原、草甸和高寒荒漠地带，这里空气稀薄，气候条件恶劣，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，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，且多狂风、暴雪等极端天气。但藏羚羊却凭借着独特的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性，在这片生命的禁区顽强地生存着。为了适应高原低氧的环境，藏羚羊演化出了一系列神奇的生理特征。它们拥有一颗相对较大的心脏，
心脏重量超过体重的3%。强大的心脏能够为身体提供更充足的血液和氧气，血液中含有大量的红血球，能够高效地携带氧气，满足身体在低氧环境下的需求。口腔和鼻腔宽大，两侧还具有囊状物，可膨胀到小鸡蛋大小。这种特殊结构不仅能有效加温加湿吸入的寒冷空气，还能通过扩大鼻腔容积提升氧气交换效率。它们的毛色多为黄褐色、淡褐色或灰色，下半身包括下巴为乳白色，有着细密的底毛，颈部和体部的毛长4至6厘米，绒毛结构中空。这种特殊的绒毛密密层层地覆盖在身上，在阳光下可以隔热，暴风雪时能够挡风防寒，为它们抵御高原的严寒提供了有力保障。每年6月至10月，藏羚羊会进入漫长的换毛期，以此来调节体温，适应高原上多变的气候，仿佛自带了一套毛毯型空调。藏羚羊的生活比较规律，它们有着午休的习惯。午时阳光强烈时，它们或在山坳、坡地刨坑卧伏休憩，或在浅水中站立纳凉。它们的毛色与大地十分接近，尤其是小藏羚羊出生后，静卧在那儿，圆乎乎的，就像一个小土丘。这为它们提供了天然的保护色，使其不易被天敌发现。小藏羚羊出生后，沐浴着温暖的阳光，3天后骨质钙化，便能迅速奔跑，其速度甚至比狼还快。这也是它们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的重要技能。藏羚羊是群居动物，它们的群体生活有着独特的模式。雄性藏羚羊通常独居或与其他雄性结为小群，而雌性则与幼崽生活在主要由成年雌性组成的群体中。在秋冬季节，它们的活动相对分散，而到了繁殖季节，它们会进行大规模的迁徙，这也是藏羚羊最具特色的行为之一。在与其他物种的相处中，藏羚羊也有着自己的生存智慧。在青藏高原，它们可以与藏原羚、野牦牛、藏野驴、白唇鹿、岩羊等有蹄类动物共存。它们会根据自身的取食与消化能力，合理分配食物与活动空间，以此来减少彼此之间的种间竞争。例如，塞迦羚羊与藏羚共享平地，牦牛更加偏好丘陵与山地，藏野驴则对2种栖息地都较为适应。面对人类的威胁和自然环境的挑战，藏羚羊的命运牵动着无数人的心。幸运的是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高度重视藏羚羊的保护工作，一系列严格的保护措施相继出台，多个自然保护区得以建立。1983年，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；1992年，羌塘自然保护区建立；1995年，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设立，并于1997年底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2000年，羌塘自然保护区又晋升为国家级保护区。这些保护区为藏羚羊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和庇护所。与此同时，执法部门加大了对盗猎行为的打击力度，严厉惩处那些非法捕杀藏羚羊的犯罪分子，为藏羚羊筑起了一道坚固的保护屏障。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，藏羚羊的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。如今，我们在青藏高原上，又能时常看到成群的藏羚羊在草原上奔腾跳跃的壮观景象，它们的身影再次成为了这片高原上最美丽的风景。
藏羚羊将在这片广袤的高原上继续繁衍生息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传奇。而西藏，这个被称为世界第3级的世界屋脊，将在悠远的宇宙中继续保持自然的神秘与无尽的魅力。